俄军打个几个月侵占的领土被乌军半个月给完全收复了，并且还在继续中，乌军太厉害了吧！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乌军大反攻的最新战况，俄军又进行哪些报复，以及乌克兰大反攻过后，乌克兰以及北约各国为了稳固战果都做出来了哪些措施。先恭喜一波乌军大反攻的胜利，目前俄乌战争已经从持久的消耗战转为了攻防战。乌军对侵略者俄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行动，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夺回了此前被俄军控制的多个领土。乌军通过哈尔科夫战役，成功把俄军驱赶到距乌俄边境只有50公里的地方。乌军夺回了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领地，并且在9月11日得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的证实。而俄军的溃逃到了俄罗斯国防部，意思却成了为了加强俄罗斯在南部顿涅茨克地区的部队，军队从北部的伊久姆和哈尔科夫地区撤出。当然大家应该也能理解，都是为了避免打击士气。到了9月12日，乌军的反攻仍在继续，乌军夺回了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多处定居点，并把一些俄军赶回两国边界，并且在赫尔松方向打击俄军，夺回了很多失地。据军方统计，8月29日至9月12日的2周内，乌方瘫痪了2400多个俄罗斯网络资源，已收复失地达6000多平方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表示我们的部队仍在继续前进。到了9月13日，乌军在乌克兰东北地区继续深入，收复了距离俄罗斯边界仅有3公里的沃尔昌斯克。这座城镇是俄军7个月前入侵乌克兰第一天占领的小镇，乌军仅有半个月就收复到了这里，可见此次乌军指挥部战役战术运用之高明，乌军之勇猛。火力军再次恭喜乌军反攻的胜利，但对未来战事仍需小心应对，因为对于未来发生的事永远都是不可测的。此次乌军反攻结束后，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便是俄军的反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日表示，俄罗斯军方向俄总统普京通报了部队重新集结的情况，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直到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最初的目标是什么？解放顿巴斯地区。再加上俄高层梅德韦杰夫公开表示，乌克兰政府必须全面投降，根本没有丝毫的谈判欲望。可见这场俄乌战争仍会持续下去。目前俄军一边在顿涅茨克地区重新部署军队，接纳前线溃逃的俄军，并在该地区严阵以待，而随着乌军战线的扩大拉长，乌军也会出现兵力分散的问题。而俄军可能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与乌军一决高下。而且按照俄国防部防止俄军遭受损失的说法，俄军一直在利用自己的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优势，对前来进攻的乌军部队实施强大的火炮、导弹空袭等火力拦阻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乌军的攻势，为俄军全面撤退提供了火力掩护。不过从网络上各方的消息来看，俄军依旧存在着撤退组织无序，部分部队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的情况，大量物资和装备被俄军丢弃，这明显的就是俄军的大溃逃，甚至不少没来得及撤退的人员还被乌军俘获了。另一边，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实施报复性的空袭，俄军为了威慑乌克兰，遏制乌军的大反攻行动。9月11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的供电设施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境内多个变送电枢纽，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泽米斯卡亚热电厂、哈尔科夫5号热电厂、第聂伯罗地区的巴普洛格勒热电厂、波尔塔瓦地区的克列门楚格火电厂都遭受到了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至少6个州大规模停电。俄军显然是要用这样的空袭行动来表明俄罗斯要将他们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坚持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想表明俄军仍具备强大军事的能力。火力军猜测，如果俄军前线再次吃紧，俄罗斯很有可能会扩大轰炸目标的范围，对乌克兰境内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实施远程精准打击，以迫使乌克兰军队放弃反攻行动。不过从俄军目前的状态来看，俄军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一方面是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另一方面是总体兵力不足，已经无兵可调。俄军在乌克兰的战线绵延1000多公里，
处处匕首，导致无兵可守的局面，对乌克兰的反击无法形成局势优势。也因此，小卡才会提倡扩军进行全面开战，只不过遭到普京拒绝。其次是乌军本身也会存在一些小问题，由于此次乌军多线作战，同样存在战线过长、兵力摊薄的问题，再加上哈尔科夫与莫斯科离得不算远，乌军的补给线很容易受到俄军本土兵力的袭扰，而且像伊久姆等重要战略要地，俄军侵占的时间可不短，早都已经对相关区域的各个要点了如指掌。如果俄军发动新一轮的入侵，乌军重新进驻的部队极有可能遭受到俄军炮兵的重点关照。当然，火力军能想到的，乌军指挥部肯定也能想到。因此，乌军在取得此次阶段性胜利后，应该当小心应对俄军反扑，尽量固守住阵地。最后，根据美国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表示，俄乌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月，乌克兰或将迎来一个艰难的冬季。他呼吁西方国家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目前，乌克兰已经入秋，秋天带来了降雨，使得道路泥泞，这大大减缓了卡车、坦克和步兵的行进速度。在传统作战中，军队应该都会避免在10月和11月份在乌克兰进行大规模行动。而且从10月底开始，第聂伯河将开始逐渐封冻，早一点11月，迟一点到12月，第聂伯河就封冻到可以行驶大型装备。届时，整个河流上到处都可以开辟补给线。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毁桥断俄军补给战术将暂时失效，直到2月底春季河流解冻为止。另外，面临冬季考验的还有整个欧洲。受能源、物价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可能出现衰退。比如，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在9月8日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在报告显示，2023年德国预计将会出现经济衰退和创纪录的通货膨胀，民众的消费能力将出现历史性损失。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因设备故障无限期停止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输气，受此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继续攀升。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经济事务主管库斯表示，电力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会导致私人家庭的购买力下降 4.1%， 达到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大降幅。经济衰退的同时，还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失业率将从2022年的 5.3% 上升到2023年的 5.6%。但是火力军相信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就像火力军其他视频说的一样，乌军这场反攻的胜利给了西方政客足够多的信心，除非乌克兰此次的反攻已被俄罗斯彻底击败而告终，或者俄军成功的在其他战线以重要胜利重塑了9月以来的舆论态势。否则，即使乌克兰部队接下来的推进再次陷入僵局，西方也会向乌克兰注入更多更好的武器和物资，去支援和解决乌克兰面临的困难。那么世界各界对此次乌军的胜利有什么看法呢？乌克兰的支持国都对此感到惊讶和鼓舞。像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0日清晨抵达基辅进行访问，并表示只要有必要，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为其提供武器、人道主义和财政支援。同时，欧盟国家财长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50亿欧元贷款等。当然，在这些欧美国家中，火力军觉得乌克兰应该重点关注一下美国和英国的看法，因为据说此次乌军反攻的胜利有他们在为乌军提供决定性的帮助。从9月8日开始到现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在乌克兰的猛烈反攻中撤退到了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带，俄军甚至在混乱的溃逃中丢弃了坦克武器和弹药。乌克兰一方称，这次被称为闪电战的反攻行动中收复了哈尔科夫州的所有领土。到了9月11日，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200天，整个乌克兰和支持乌克兰的人们都在庆祝这个期待已久的大反攻和胜利。但是美国从总统开始的各级官员都在小心翼翼地不想过早宣布胜利，因为他们知道俄罗斯仍有部队和资源可供开发，俄军仍然控制着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甚至美国总统拜登在采访时也只是承认了乌克兰反攻的胜利，但是他拒绝透露更多信息。
只是说我现在不打算谈这个，因为事情还正在进行中。可见乌军应该在鼓舞士气后更加谨慎提防俄军的反扑。当然，要是支持乌克兰的欧美国家能尽快将支援的物资运送到乌克兰，乌军无论是后勤还是战力会好上不少。另外，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在特别指出，美国和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精确武器和火箭系统是推动乌克兰大反攻胜利的关键，其中包括精确制导的高机动火炮火箭系统海马斯和旨在瞄准和摧毁配备雷达的防空系统的高速反辐射导弹。这想想说的也对，乌军的武器装备确实是从现成的无人机和老旧的苏俄制式武器换装成现在西方的各种先进武器，尤其是海马斯，已经好几次让俄军大逃亡了。另外，火力军收到小道消息，9月12日，美国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国防官员说，美国正在考虑未来要不要为乌克兰较大规模的部队提供更密集的战斗训练，和为乌克兰培训使用特定武器的小型团队，感觉就是在培训乌特种兵。同时，美国还考虑给乌克兰支援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及致命的打击无人机和更多的监视无人机，避免再出现俄军大规模空袭的情况发生。当然，美国官员只承认了提供情报信息帮助了乌克兰的反攻，但是拒绝透露西方官员是否帮助了乌克兰制定战略，比如大力宣传南部的反攻计划，让俄罗斯军队从东部分出兵力去接应南部。但实际上，乌克兰更多策划了在东部进行强大的反攻，打了俄罗斯军队措手不及。因此，火力军就这样说，美国只是提供了乌克兰战场上的情况信息，乌军大反攻的胜利都是乌军高层和领导层共同努力制定出的方案。俄军从闪击乌克兰失败到莫斯科巡洋舰沉没，再到克里米亚机场被炸，再到如今从伊久姆溃逃至边境线，俄军曾经自己宣传的不败神话正在一步一步的瓦解。至于战场战役的最终的结果，就让我们一起去见证吧。好了，关于乌军大反攻的胜利，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